真不错，真不错，钓竿打满了附魔的感觉真不错。咦，这里还有一本附魔书没有打上，立即消失，这是什么鬼附魔？哎呀，不管了，反正把它打上就对了。哎，我的钓鱼竿呢？哎，我的钓鱼竿哪去了？一直以来，这个游戏的附魔都非常的不合理，像什么钓鱼竿可以附魔海之眷顾，还有饵钓，随随便便就可以钓出超多的鱼，这也太不合理了。钓鱼作为一种养老活动，要是又快又容易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你直接撒网捕鱼，它不香吗？我们养老玩家要的就是等待鱼儿上钩的那种放松的感觉，还有突然收获的喜悦。所以这款大家一直以来心心念念的海之嫌弃附魔，可以频繁的让你钓到各种海上垃圾。还有这个钩指饵钳附魔，用到了没有弯的钩子和鱼吃了都想吐的鱼饵，可以让我们的钓鱼时间超级加倍，真实还原了现实生活的钓鱼时长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哇，怎么钓上？有3个在水下使用的附魔也非常的不合理。水下呼吸、水上挖掘、深海探索者，哪有这样的附魔啊？太不合理了。正常情况就应该是这样：水下窒息可以让人瞬间断气。水下挖不动可以让人挖沙子挖到天荒地老，还有水下走不动，这些附魔都太合理了，根本不需要过多解释嘛。我的世界里面的几把远程武器也有设计非常不合理的地方。首先就是这个弓箭，发射出去这么大力的弓箭，没有后坐力怎么合适呢？所以所有的弓都必须有一个增加后坐力的附魔，每射一箭都得后退一下。遇到怪物的时候，我们甚至还可以通过这个后坐力来逃跑，这是多好的附魔！然后既然有可以附加火焰的火矢，那肯定也得有水矢，可以拿来熄灭怪物身上的火。还有这个无限的附魔，这个是最不合理的，哪有这种凭空产生箭矢的附魔啊？模样的物质守恒定律都白学了吗？这肯定得改成有限才行。像这样，我们背包里有几十根箭，射一箭就把背包里的箭全部消耗掉。像这样消耗掉，总比无限使用要科学一点。还有就是力量附魔。力量的话其实还好，射多了自然就会有力量，但是这稍微有点极端了，有的人射的比较少，手劲也比较小，所以还得有这个虚弱附魔，让射击的伤害大大降低。当然啊，像弩箭的这种无法射击、缓慢充能，这种情况都是很容易出现的，毕竟是一个机关武器嘛，弹药卡壳什么的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还有三叉戟，三叉戟可以忠诚，为什么就不可以背叛呢？作为一件有灵魂的武器，凭什么它就非要受到玩家的奴役？被附魔了背叛之后，我们的三叉戟丢出去就会直接消失，出发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自由。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主人，说不定他还会回来找你呢。还有这种雷劈自己之类的附魔，都是非常正常的操作了。那护甲的话，有时候我们穿衣服啊，可能会不小心穿反，而如果我们的装备上附有了荆棘属性，然后再穿反，那它就会变成负荆请罪。不及时的脱下来的话，这件衣服就会一直扎自己。虽然挺让人难受的，但是伤害不是很高，所以还是非常合理的。还有什么保护不了啦、摔落骨折啦，还有瞬间爆炸啦，穿上这几件装备，不小心摔一跤就可以把自己摔得粉身碎骨。在游戏中，如果我们吸取了教训，现实中就可以尽量避免摔伤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附魔属性。还有稿子的附魔，这个是时运不济，用它来挖钻石，每次最多只能挖出1个来。而这个是精准损坏，用它来挖方块，每个方块都可以被完完整整的破坏掉，一点也不剩，非常的精准。然后这个是挖掘缓慢，这些都是大家一直很想要得到的附魔。还有这把可以引火上身的剑，和怪物战斗的时候，每一刀都可以让自己着火。这个是亡灵加强，每一下都可以让和我们对打的生物抗性越来越高，然后它就变成不死之身了。这个是截肢救星，如果我们在野外遇到受伤的小蜘蛛时，砍几下就可以帮它回血，这是我作为环保小卫士应该做的事情。武器还可以附上这个抢夺不到的属性，不管打多少只怪都不会掉落战利品，这些附魔实在是太人性化了。另外所有的装备都是可以附上这个加速磨损的附魔，还有经验损坏。老用一件装备多没劲啊，附上这2个属性，你就可以频繁的更换装备。这么多附魔属性，你确定不想一个个试过来吗？充分感受一下来自这个世界的恶意，不是，来自这个世界的合理性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有的杠精小伙伴就要发言了。小包啊，你这个模组不是屁用没有吗？哎，兄弟，这我就要说你一句了，你说的真的是太对了，我也这么觉得。